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继续分享台湾老照片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1916年出版的《基隆主港志》这本书里面的老照片。我对主港工程的工程部分兴趣不大，而是这本书的老照片可以让我们看见100年前基隆的旧风貌。很多老基隆人都听过，以前基隆港港湾内有2座岛礁，因为恰似一对后鱼，所以被称为后公鱼、后母鱼，又称后公岛、后母岛。不过几乎没有人看过这2座岛礁，因为在110年前基隆主港工程时，已经将这2座岛礁给挖除了。所以即使是老基隆人，应该也没有人见过后公鱼、后母鱼了。在介绍这些基隆老照片之前，我想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基隆的历史。基隆旧称基隆、基隆，是台湾最古老的地名之一，与台原、台湾古地名齐名。400年前，荷兰人占领台湾，西班牙人占领基隆，建立殖民地。后来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，而台湾这个小地名后来成为台湾正式的名称。假如当年是西班牙人获胜，赶走荷兰人，那么今天台湾的非正式国名可能就是中华民国在基隆，而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了。以上只是开玩笑，只是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基隆悠久的地名历史。大清帝国时代，基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是在同治2年，是以淡水赴港的配角身份登场。因为当时根据北京条约，台湾只开放淡水、安平作为通商口岸。由于外商扩大解释条约，主张基隆也算是淡水的范围内，所以基隆就以淡水赴港的名义成为对外通商口岸。不过20几年后，台湾建省，巡抚刘铭传筹建台湾南北纵贯铁路的时候，不是北起淡水，而是北起基隆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基隆港已经跃升为主角，而淡水变成配角了。日治时期，台湾总督府全力建设基隆港，从1899年起至1945年，总共进行了5次主港工程，奠定了基隆港现代化的基础。我们今天介绍的老照片是属于基隆港第2期工程主港计划，大约在1906年至1912年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100年前的基隆港老照片。这是后公鱼，位于基隆港内的西侧，位置大约位于现今西施码头前方的海中，露出水面约 3.3 公尺。因会影响基隆港航道安全，所以在第2期主港工程时，将后公鱼挖除。挖掘出来的岩土，则在万人堆鼻附近填海造陆。这是着岩艇金刚号。这是水中着岩机艇。这是后母鱼，位于基隆港内的东侧，露出水面约 19.6 公尺。这是后母鱼爆破工程。这是后母鱼爆破后人工搬运碎石的情景。这是后母鱼拆除后进行的填土造陆工程。后公鱼、后母鱼的挖除工程大约在大正3年竣工，而挖出来的土石在基隆港的东岸创造出大片的海埔新生地。这是仙洞鼻防坡堤内的埋立地。埋立地就是填土形成的新埔地的意思，地点是在现今仙洞岩附近的海岸。当时铲除后母鱼、后公鱼之后，基隆港内的深水区面积扩大，受港外风浪影响也变大，所以在仙洞鼻新筑防坡堤，以阻挡港外风浪对内港的影响。这是科格港水路改修工事，在铁道桥的下游处。科格港就是现今的西定河，沿着安一路，在基隆火车站附近的国门广场流入基隆港。基隆港主港时，将科格港改道，与石印港、南龙河河流，开凿一条新的人工运河入海。原有旧河道填土为新生地，提供陆军使用，称为陆军埔，就是现在基隆市新建里。这是1909年施工时的情景。这是完工后的科格港新的水路及码头卸货区。这条人工运河称为旭川，已经消失。
随着基隆市区的发展，由于腹地空间有限，后来基隆市政府将续川加盖。现在的基隆东岸高架道路爱一路，就是沿着昔日的续川而兴建的。照片右侧新建的房子是福德市场，就是现今位于爱山路的仁爱市场。这是一中桥街水路护岸石垣。一重桥街就是现在的义二路这个区域，清代早期称为哨船头。这是海岸石垣工事，位于草店尾街。这是在续桥以东的海岸进行的石墙工事。续桥现在称为明德桥，在孝一路、忠义路路口。草店尾街大约是现在的仁乐路，位于基隆港港湾的南边。后方那一座高高的山峰，就是基隆著名的红蛋山。这是哨船头街建造钢筋混凝土卸货区。哨船头街后来改称义重町，大约是现在的义二路及义三路。义重町当时是填海造陆的新土地，也是当时日本人主要居住的地区。义重町通就是现在的义二路，后来成为基隆最繁华的市街。其中现在仍然非常有名的一栋建筑，是位于今义二路、信二路交汇处的岸田胡服店，是日本人岸田多一郎经营的和服店。岸田多一郎的曾孙岸田文雄就是现在的日本首相。这也是当时哨船头街建造钢筋混凝土卸货区的情景。哨船头街填海的土石是来自挖除的后母鱼的土石。这是填海造陆后的哨船头街海岸，已经可以看见新兴的市场规模了。照片中的尖塔是最明显的地标，是当时基隆邮便局的尖塔。这是基隆驿前面码头搬运作业的情景。著名的第3代基隆火车站当时已经完工，不过从照片这个角度看不到基隆驿，而可以望见对岸著名的基隆邮便局及日新桥。这是第1、第2号码头搬运作业的情景。这2艘轮船是背后湾、庇护湾，这里位于基隆港的西岸，大约是现今西二码头附近。这是新店商务及船客代合所。新店位于今孝二路附近，商务及船客代合所就是旅客等候的屋棚。这是从基隆港眺望仙洞鼻防波堤。从老照片可以看得到基隆港早期的天然沿岸，不过这些天然沿岸现在都已经开辟为货柜码头了。以上你看到的就是1916年出版的《基隆港主港志》，我所选录的一些100年前基隆港的老照片。而最后，我想分享2个与基隆港主港有关的历史古迹。第一个是基隆主港殉职者纪念碑，落成于昭和5年（1930年），以纪念历年来因修筑基隆港而殉职的工程人员。另外一个古迹是松本纪念馆，位于旭丘，占地将近1000坪，以感念基隆港主港的祭司松本虎太。2次大战期间，松本纪念馆被日军征用，成为重炮兵连指挥所。战后被国军接收，称为旭丘指挥所。现在基隆市政府文化局已经展开修复工程，未来将会对外开放参观。日治时代基隆港的主港工程奠定了基隆港现代化的基础。当时基隆港的码头全部集中在西岸，总共18座。而国民政府时代持续建设基隆港，将原本的18座码头扩增至57座，其中西岸37座，东岸20座。1980年代，基隆港发展至巅峰，成为当时世界第7大货柜港。100多年来，基隆港的现代化建设是2个时代、2个政权持续经营的结果。我今天分享的基隆老照片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